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用四季豆和咸菜分享一道下饭菜。四季豆翠绿鲜嫩，口感爽脆；咸菜咸香入味，风味独特。这两者看似普通，可一旦组合起来，那就是舌尖上的美食。不管是白米饭还是面条，配上这道下饭菜，简单却又充满温暖。无论是上班族的快手晚餐，还是家庭聚会的餐桌佳肴，它都能完美胜任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跟着视频，看看这两种平凡食材是如何制作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适量的咸菜，咸菜通常盐分较高，所以得先处理一下。放入碗中，倒入清水，把咸菜放进去浸泡一会儿，中间换1-2次水，去除多余盐分，让它咸淡适中，口感更好。再准备适量的四季豆，先将四季豆的头部用手轻轻掐掉，去除那一小段硬梗，随后把四季豆的尾部也掐掉，同时顺势撕下两边的筋丝，如此一来，四季豆就处理得干干净净了。全部处理后，把它放入盆中，打开水龙头，让清澈的水流缓缓冲洗四季豆，用手轻轻翻动，仔细搓洗每一根，确保把表面残留的杂质、灰尘以及可能存在的农药都洗净，直至冲洗的水不再浑浊，变得清澈透明，这才算是把四季豆洗干净。控水捞出，放在案板上，给它切成小粒，切的时候注意控制力度，让每一粒大小尽量均匀。不一会儿，翠绿的四季豆就变成了粒粒饱满的小粒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把大蒜，把它拍碎，然后切成末。一块生姜，把它拍碎，然后切成末。几个蒜白，切成小粒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蒜叶切成小粒。适量的红辣椒，切成小粒。在这道美味里，红椒的选择很关键。我选的是这种清甜不辣的红椒，温和的口感，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品尝。要是你和家人偏爱辣味，那就挑小米椒，它能瞬间为菜肴增添热辣刺激。不管选哪种，都能给这道菜带来独特风味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一块五花肉，先将肉切成薄片，再把它切成均匀的小粒。五花肉粒肥的晶莹，瘦的紧实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把浸泡好的咸菜从清水中捞出，将咸菜放在水流下，下手轻抓咸菜，细致的揉搓。咸菜的褶皱处易藏有杂质，需格外留意，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。反复冲洗，直至洗过咸菜的水不再泛黄，变得纯净无杂。以清洗干净的咸菜沥干水分后，放在案板上，将它均匀地切成长条。再切成大小一致的小粒，咸香气息四溢。切好后，放入盘中备用。从冰箱里取出2个新鲜鸡蛋，在碗边轻轻一磕，鸡蛋壳裂开一条缝，顺着缝隙，用双手大拇指将蛋壳掰开，蛋清裹挟着蛋黄，扑通一声落入碗中。拿起筷子，快速搅拌，让蛋清和蛋黄充分融合，直至蛋液变得均匀顺滑。
呈现出微微浓稠的状态，为菜肴增添丰富口感与营养。接下来把锅里的水煮开，煮开后加入1勺的食用盐，适量的食用油，把四季豆倒入锅中。瞬间，锅里咕噜咕噜翻滚起来，保持大火，让四季豆在沸水中充分受热，用筷子轻轻翻动，确保每一粒都能均匀焯水。大约2分钟，四季豆颜色变得更加翠绿鲜亮，质地也稍软些，此时就可以捞出，沥干水分备用。接着再起锅，倒入适量食用油，开中火将油烧热，待油微微冒烟，把搅拌好的鸡蛋液缓缓倒入锅中，瞬间蛋液接触热油，迅速膨胀凝固，边缘泛起诱人的金黄。这时用锅铲轻轻翻炒，将鸡蛋划散成小块，持续翻炒至鸡蛋表面金黄、熟透蓬松，盛出备用。继续把锅烧热，倒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接着放入切好的五花肉粒，开中小火慢慢煸炒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小颖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给小颖点个赞哦，或者留言转发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不一会儿，五花肉便滋滋作响，开始渗出晶莹的油脂。随着翻炒，肉粒逐渐变色，由原本的粉嫩转为诱人的金黄，边缘微微卷曲。继续翻炒至五花肉表面微焦，香气四溢。这时就可以把姜蒜放入锅中，把它炒香。炒香后，把切好的咸菜粒倒入锅中，用锅铲快速翻炒，让咸菜在锅里不断翻滚。咸菜本就咸香，此时香味愈发浓郁。炒上一会儿，香气充分散发，咸菜炒的香气四溢后，将焯好水的四季豆粒倒入锅中，紧接着把之前炒好的鸡蛋也放回去。此时加入1勺生抽提鲜，让食材染上诱人色泽，再添1勺蚝油增香，丰富菜品的醇厚口感。开足大火，迅速翻炒，让每一粒四季豆、每一块鸡蛋都均匀裹上酱汁，热烈碰撞出诱人香气。随后加入少量清水，别小瞧这一小步，它可是这道下饭菜的点睛之笔。盖上锅盖，转中火焖煮1分钟。这1分钟里，各种食材的味道相互交融、渗透，汤汁慢慢变得浓郁。等到时间一到，揭开锅盖，热气裹挟着香味瞬间弥漫开来。这时，把切好的红椒块与嫩绿的蒜苗放入锅中，快速翻炒几下。红椒为菜品添上一抹鲜亮色彩，蒜苗则带来清新的气息。翻炒均匀后，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四季豆咸菜炒鸡蛋就大功告成了。别看食材简简单单，可这道菜味道浓郁，汤汁下饭。平时要是没胃口，无论是配粥还是搭米饭，都能瞬间打开你的味蕾，让你食欲大增。金黄的鸡蛋，翠绿的四季豆，鲜亮的红椒，再点缀着嫩绿蒜苗，色彩斑斓的让人垂涎欲滴。一口下去，四季豆的爽脆，咸菜的咸香，鸡蛋的嫩滑，在舌尖交织出美妙旋律，浓郁汤汁更是拌饭神器。家人们，别再对着屏幕流口水，快走进厨房，亲手做上这道菜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收藏。如果想吃但不会做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关注我，让您的家常菜丰富起来。好了，
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